rate how much out of 10?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叶子。这次要来分享的是3款纯素年节点心，包含我非常爱的黑芝麻酥糖，以及香酥化口的花生酥饼，还有年节绝对不能错过的焦糖夏威夷豆塔。这款让 J 先生都说 The best thing you can buy at a cafe. 所以不多说，我们来看吧。那么第一个来看的是黑芝麻酥糖。我从小就爱吃黑芝麻酥糖，但因为它在台湾还蛮常见的，所以我以前没有想过要制作。但因为人在英国，想念思乡的滋味，这次就来制作啦。重点是做法非常简单，但有一些魔鬼细节要注意。那一开始我们要先准备一些东西，包含一个小烤盘，还有2张比烤盘稍微大一点点的烘焙纸，以及擀面棍，或是你用任何可以滚东西的东西都可以。那一开始我们要先来炒香芝麻，以中火加热一个平底锅，然后我们就放入我们的黑芝麻。这里的芝麻我建议使用亚洲的芝麻会比较香。另外我也有准备一些白芝麻，但因为我的白芝麻已经是熟的了，所以我是晚一点才加。那我们这边就是把黑芝麻可以炒香。怎么判断呢？直到黑芝麻它有一点跳起来的感觉，然后你会闻到非常迷人的黑芝麻香气。这时候我再加入熟的白芝麻，一起把它炒热一下。那像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就把它熄火，置于一旁备用。那接着我们要来煮糖浆，取一个比较大的锅子，以中火加热，锅内放入细砂糖，还有少许的冷水。稍微要换锅子，让糖都被水给浸湿，就让它煮一下。一旁我们来准备麦芽糖。麦芽糖的部分，因为它非常粘稠，所以如果它真的太黏太难操作的话，可以用微波炉微波大约10秒钟，切记不要微波太久哦，不然会很危险。之后糖浆开始冒泡，我们就可以把麦芽糖给加下去，用细胶刮刀混合均匀。之后我这边加一些盐还有白醋，盐主要是提味用的，白醋的部分有助于帮助糖浆的稳定性，是省加的，但建议添加。之后我们把它混合均匀，再继续煮，煮到它开始冒细泡，然后大约是135度 C。如果你没有温度计的话，可以把糖浆滴入水中。如果像这个样子它还有一点软，就是还不够，我们再继续煮。记得要不时混拌一下，煮到糖浆像这样子冒泡，然后滴入水中的时候，它会马上结晶，这样子就是我们想要的糖浆硬度。之后我们熄火，加入芝麻。这边动作之后要快哦，加入之后我们快速的把它混拌均匀。因为糖浆逐渐冷却下来，它会越变越硬，所以这边动作一定要快。混合均匀之后，我们就把它转移到事先铺烘焙纸的烤盘上，盖上另外一张烘焙纸，用擀面棍把它擀开来，尽可能的擀平擀均匀。但这时候动作也要迅速，因为我们在跟糖冷却的速度战斗。擀均匀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塑形边边。那边边因为我之后会切掉，所以我就没有太在意。对，那如果你在意的话，可以把它往烤盘的边缘推，像这个样子，移开上方的烘焙纸，把它转移到一个砧板上。这个黑芝麻酥糖非常重要，也要趁它有一点温热的时候切才切得动，切得漂亮。那这边我们就出动利刀，我稍微先把边缘给修掉，然后量了一下尺寸，每一个大约做2公分的大小。那这边可以依个人喜好来调整，没有一定。厚度也是，如果你想要吃薄一点的黑芝麻酥糖，记得在擀的时候就把它擀薄一点。那我喜欢吃硬脆的口感，而且觉得这样子拍照比较漂亮啦。总之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黑芝麻酥糖了。等到它完全冷却下来，糖就会变硬。那这也是黑芝麻酥糖酥脆的口感关键。这边就来听一下那硬脆的声音吧。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太甜，这款黑芝麻酥糖我已经有尽量减糖了，让它充满满满的芝麻香，但是不过甜腻，真的超级酥脆好吃的，大推荐。接着第二个要来看的是中式花生酥饼。
身为花生控，这一款真的绝对不能错过。它有着那绵润化口的口感，加上浓浓的花生香，每一口都让我着迷。而且需要的食材也不多，就是看到的这几样，而且做法也很简单。哦，对了，完整食谱链接都在下面的描述框还有留言处哦。那一开始我们先拿一个大碗，里头放入花生油。另外，那浓郁的花生滋味就是来自纯花生酱，记得要使用无添加糖和油的哦。我们也把花生酱给加下去，之后就把它们用打蛋器混合均匀。混合到这个样子，你会发现它的流动性还蛮高的。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糖粉以及椰糖。如果你没有椰糖的话，也可以都用糖粉来代替，但我个人很喜欢椰糖的滋味，所以推荐加它。之后我们把它们搅拌混合均匀，质地像这个样子。我们再加入中筋面粉，以及泡打粉、小苏打粉，还有用来提味的盐。这边这个是选加的，但我也加了一些花生碎粒，让它整体的口感更丰富。接着我们用细胶刮刀，慢慢的以切半的方式把它们混拌均匀。一开始看起来会有点偏干，但如果你慢慢的混拌均匀之后，会发现它的质地其实是还蛮湿润的。到之后建议使用按压的方式，会发现面团慢慢呈现花生酱的颜色。之后可以用手捏捏看，那它应该是可以捏成团的质地，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如果它偏干的话，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花生油来增加它整体的湿润度。接着就出动饼干烤盘，烤箱记得以170度 C 预热，使用标准量匙的大汤匙来挖取面团，压成一扁池，我们再用双手塑形成圆球，像这个样子。之后就是重复这个步骤，直到用完所有的面团。那应该会有大约14到16颗的面团球。把它们平均间隔于烤盘上，再稍微轻压，不需要压得太扁，这样子它们才有那圆圆胖胖的形状。最后表面这个算是非必要的，但是我添加了半颗的花生仁来点缀。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0度 C 烘烤大约12到18分钟，直到它表面明显呈现干燥，然后花生有稍微上色，这样子就可以出炉了。之后耐心的等待它完全放凉，接着就可以来享用啦。我觉得它圆圆胖胖的，真的长得超级可爱的。然后来看看它有多酥吧。不同于西式饼干的酥脆口感，这款花生酥饼真的超级化口的，有种入口即化的口感，大推荐给花生酱控们。超酥的。接着再来看的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焦糖夏威夷豆塔，使用自制的甜酥塔皮，搭配上枫糖焦糖夏威夷豆馅，真的超级好吃的。那我们先来看塔皮的部分。制作塔皮，我们会需要10个大约2.5寸的塔模或是蛋塔模，另外也需要比塔模稍微大一点点的饼干圆形切模。塔皮的部分，我这次使用的是全麦纯素甜酥塔皮面团，食谱我有分享在我的 Patreon 页面。我们就用擀面棍把面团给擀开来，擀平成大约4毫米的厚度。那记得要尽可能的擀平整，如果面团变得太软的话，记得回冰箱让它冰一下，再继续操作。之后我们就用饼干切模切出塔皮的大小，我大多都是先切一个，然后把它入模，试试看它的厚度还有大小适不适合。之后大小确定了，就可以再继续压出我们的塔皮面团。然后边边我喜欢用手指把它稍微整理塑形一下，像这个样子。制作出10个之后，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至少20分钟。之后我们把烤箱预热至175度 C， 取出冷藏过的塔皮，用叉子在底部平均搓动。之后就可以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以175度 C 烘烤大约12分钟左右。
这个步骤是把它稍微烤到半熟的状态，因为等等还会再进行2次烘烤。那它的颜色不会到太深，但是会稍微有一点点上色。我们把它置于一旁备用。接着来制作我们的焦糖夏威夷豆馅。那这个食谱强烈建议用浅焙过的夏威夷豆，这样子夏威夷豆才会酥脆，香味也才会够。接着我们要来煮焦糖酱，以中火热一个奶锅，锅内放入细砂糖，还有椰糖，以及枫糖浆。之后我们用中火把糖煮溶，稍微摇晃锅身，确保糖均匀分布，到像这个样子。之后我们就可以加入纯素奶油。我有把奶油稍微先放到室温，之后用细胶刮刀慢慢的混拌，直到奶油完全融化。然后它开始冒泡，就可以把火力稍微调小一点。这边我加了一些海盐来提味，以中小火煮到它慢慢成焦糖的样子，我们就可以加入纯素鲜奶油。我有把它稍微放到室温，或是你也可以用微波炉稍微温热一下子。之后用细胶刮刀把它们全部混拌均匀，然后开始煮，煮到大约是113度。温度到达之后马上熄火，加入夏威夷豆。然后这边我也加了蔓越莓干，还有南瓜子。另外后来觉得坚果好像可以再丰富一点，所以我加了切碎的胡桃，这部分可以视个人喜好来客制化。之后混拌均匀，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组合啦。把煮好的焦糖夏威夷豆馅平均分配到10个半熟的塔皮内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把它送入烤箱进行2次烘烤，以175度C 烘烤大约10到12分钟左右，直到它呈现金黄色，而且你会闻到非常迷人的香气，就可以从烤箱取出，静置至完全放凉，就可以来脱模享用了。这款全素焦糖夏威夷豆塔有着丰富的口感，还有那迷人的焦糖枫糖内馅，加上夏威夷豆本身的坚果滋味，真的非常容易让人就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呢。I can't wait to spontaneously eat this thing. It's very crunchy. The macadamia nuts inside and the batsuke. Tastes expensive. Tastes lik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buy at a cafe. You like it? Mm-hmm. Yeah, Dangerous. really good. Very dangerous. Yeah, this is gonna go. This is gonna go. Mm-hmm. Go ahead. Any more words? No? Good. How much out of 10? 10. 那以上就是这次要分享的3款纯素年节点心，希望其中任何一款有激发你想做的兴趣。这3款我自己真的都非常爱吃，尤其是夏威夷豆塔，真的一吃就有一点停不下来。希望你会喜欢这个影片。那如果你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之后会分享更多的美味点心。谢谢你看到这里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切完了。So I would say I'm kind of pinky, not ready.